不容易挤进早八的电梯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请所有乘客遵守规则，否则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电梯急速上升，仿佛没有尽头一样。警报里开始不断诵念着难以理解的电梯规则。1. 电梯每5分钟启动一次，随即前往一个楼层，请留意数字信号灯。2. 抵达任意楼层，电梯门将持续开启5分钟，时间结束后强制关闭。若被遗落在电梯外，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3. 本栋大楼共有18层，每层有各自的业务，请尊重他们的商业模式。4. 注意第7层、第16层极度危险，若不幸抵达，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5. 若电梯信号灯出现-1层，恭喜你顺利抵达彼岸，请在电梯开门后迅速往前跑，直到规则全部介绍完毕。这刺耳的喇叭声总算停止，电梯也不再疯狂冲刺，让我们的心脏好受了些。数字信号灯不断降低，最终定格在了9。欢迎来到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。电梯门开之后，一股热气迅速冲到我们身边，混杂着香料和麻椒的味道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身后的电梯不知何时跑到了远处的对面，空无一人，标注着5分钟的倒计时。而我们和电梯之间隔了一个巨大的火锅，我们就像变成了桌上的菜肴。火锅分4格，细细望去，其中3个都是冒着红泡的麻辣锅底，滚烫的油香风一样的往上窜，剩下一个则是清汤锅底，白水上冒着一丝丝雾气。每格锅底正上方都摆着一根筷子，如同独木桥。看这个意思，好像是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通过独木桥走到对面的电梯里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，没人尝试上前的时候，一道粗粝的嗓音传入了我们的耳畔：新来的荤菜们，我提醒你们一点，每根筷子上至多只能承担4个人的重量，并且想要稳稳通过火锅走到对面，大概需要3分钟，所以尽快选择吧。如果不想被我吃到肚子里的话。顺着声音看去，竟有一个身形庞大的巨人，头顶着厨师帽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他说的话应该就相当于本层楼的专属规则。我们这里有16个人，每只筷子只能承受4个人的重量，刚好分配均匀。紧张之中，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率先打破了沉默，随后他指着眼前的火锅说道：这个清汤锅下面全是白水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或许还能游到对岸，但是那些红油的锅底下去了，恐怕就变成一堆骨头了，所以抱歉了各位，我要抢先一步了。随后他风一样的抢到最前面，率先登上了清汤锅底上方的筷子。眼见他已经摊开双手开始闯关，几位靠清汤锅底比较近的年轻人也赶忙争抢起来。4人的名额迅速被抢完，没来得及上去的人只能垂头顿足的暗骂。此时看见他们疯狂争抢，我只能无奈地挑了个最顺眼的红油锅，走上了筷子，一路缓缓前行。好在这趟关卡并没有想象中困难，这里的筷子不是滑溜的圆柱体，只要屏住呼吸，不要受到周围热气的干扰，并不会轻易掉到锅里。看来那个戴着厨师帽的巨人没有说谎。走了2分半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，电梯箱已经近在眼前。可就在大家都要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远处的巨人突然走到了桌边，他轻轻伸手一按，便将清汤锅上的筷子给压了个稀碎。筷子上面的4个人悉数落入锅中，锅里的高温让他们发出一阵阵惨叫。巨人嘿嘿一笑，冲我们咧了咧嘴：你们不知道吧，我有痔疮，从来只吃清汤锅里的肉。这个可怖的画面吓得我后背发凉，眼看电梯就在前方，我加快了速度，总算过了火锅的地界，第一个钻回了电梯里。待到剩下的11个人都跌跌撞撞的回来之后，电梯倒计时只剩下不到半分钟。在电梯门关闭的时候，我从空隙里瞥见那巨人眼放金光，连筷子都没用上，竟直接将手伸进热锅里，把他们4个人捞了起来，全部放到了嘴里。电梯再度启程，这一次到达了第1层。欢迎来到第1层，这里是剧本杀店。这次并没有什么巨人和巨大的场景，一个看着相当阳光的小哥领着我们走进了一间屋子，他就是本次剧本杀的主持人。我翻开身前的本子，看到封面上写着我的身份，3号位玩家，角色是一个王子，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也并没有介绍什么规则，主持人直接笑着开启了剧本杀的流程。下面请1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他的笑相当阳光。1号玩家是个女生，看着手里的本子，略有些磕巴的看向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1号玩家，我的角色是公主。还没等他念完，本来和煦如春风的主持人却突然冷下了脸，右手一指，打断了他的介绍。1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话音一落，几道黑影迅速窜进屋里，抓住1号玩家的身体，用一根通红的钳子活生生把他的舌头给拽了下来。他很快便断了气，连出声惨叫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个血腥的场景让我浑身发毛，屋里陷入一片死寂，都没人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甚至还没人知道这一层的规则是什么，怎么就直接把人给嘎了？可主持人却像无事发生一般，立马恢复了从容的笑，看向一个已经呆住的男孩。接下来请2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2号玩家眼睛紧张地瞪着，从瞳子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慌乱。这一次
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，也没任何磕巴，相当标准的按照本子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复述。2号位玩家，角色是带刀侍卫，我的职责是拥护。他念完之后，战战兢兢地看向主持人，却再度迎来了冷漠的眼神。2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不要！他不停摇摆着双手，却并没有任何作用。那几个看不清面貌的黑影眨眼便窜到他的身边，重复了之前的行为。我的脑子里跑过无数个念头，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则？诡异的场景瞬间让我汗流浃背，主持人却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，一脸微笑地看向我。汗流浃背了吧，老弟？那么接下来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到底该说什么？煎熬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如果说1号位玩家上有什么失误的话，那2号位玩家的回答已经算是绝对的标准。如果这样都算是违反规则的话，到底什么内容在规则的容许内？可就在这一瞬的交集里，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。进入第1层之后，出现的元素分别是剧本杀店、引导交流的主持人、自我介绍环节，几乎全都围绕着说话这个行为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第1层规则的底层逻辑和说话脱不了关系。或许真正的规则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粗暴得多，这里恐怕根本不允许说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抬头看向主持人，迎上他的目光，不敢开口说出一个字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主持人疑惑地眯了眯眼，再度重复了提示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不知道猜测正确与否的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足足15秒过去，主持人才终于轻轻一笑。他突然不再看向我，而是扭头看向下一个男人。那么接下来，请4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在看到我的过关方式后，其余的乘客全都有样学样，一个个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没有任何人开口回应主持人。主持人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每隔15秒更换一个目标，不停地索要着自我介绍。就这样，在一片诡异的安静里，血腥的关卡被安全度过。多谢各位体验我们的剧本杀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热情的语气被慢慢瓦解在电梯门之外，不少人抚摸着冰冷的梯箱，我也累得快要不行了。这时，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孩，约莫28、9的年纪。你好，我叫青青，多亏刚才你的反应够快，救了我们全部人的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女孩有点眼熟，好像在鬼畜地铁里见过。我叫酱汁，距离电梯关门还有1分钟，我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关于电梯规则的看法。我觉得你的思维能力算是比较靠谱的。你有什么思路吗？我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。每一层都有专属的规则，已有的信息对于后面的关卡应该没有太多帮助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电梯对应的数字？为什么总共是18层？她指了指如今固定在1的信号灯。18这个数字在神话故事里可是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指代。你是说18层地狱？我们第一次抵达的是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，而第9层地狱刚好是油锅地狱。那第1层？没错，第1层是拔舌地狱，正好对应着剧本杀店，凡是说话的人都会被拔掉舌头。没等我们继续交流，1分钟时间已转瞬流逝，电梯已然重新停靠，清脆的叮铃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。数字信号灯停留的位置是11。欢迎来到第11层，这里是荷尔蒙的碰撞地健身房。和第1层一样，走出电梯便有人热烈地迎接我们。那是个身形健硕的肌肉型男，胸前别着一张专业的教练证。他领着我们10人走进健身房，教练冲我们一笑，请各位在半分钟内选好自己的健身器材，在此地锻炼满4分钟后计算打卡成功，可以安全离开。和第9层一样，这又是一道选择题，选对的人可以活着走出第11层，选错的人绝对会死得很惨。我凑到青青的身边，忍不住问，第11层地狱是什么？石压地狱。所以健身房的关键元素是压力。说完，我赶忙抬眼扫了扫馆内有哪些可以被重物压住的器材，似乎只有用来卧推杠铃的史密斯架可以勉强算是。我和青青一起走到了对应区域，各自选了一个史密斯架，选了最轻的杠铃片，任凭杠铃压在自己胸口上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数遍整个健身房，这样的卧推器材总共只有8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10个人里注定有2个会死。眼见我已经安安稳稳躺在了卧推的区域，他们也赶忙有样学样，迅速跑到这边抢着躺下。很快8个位置就全部占满，只剩下2个小女生，大家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俩，却没有人愿意做出让座的举动。健身教练似乎非常满意眼前这一幕，笑嘻嘻地晃了晃运动手环，还有最后3秒选择时间，请各位抓紧哦。眼看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，其中一个女生赶忙跑向一旁，跨上一台跑步机，而另一个女生则是随便找了块瑜伽垫便躺下，拿了个小巧的哑铃放在自己的肚子上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除了压在我们身上的杠铃以外，健身房内所有的器材竟全都自动燃烧起来，顿时冒起滚滚浓烟。那个跑在跑步机上的女生，眨眼间变成了一团火人，烈火灼烧出一股子焦肉的味道，在空气中不断弥漫。健身教练兴奋地搓了搓手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根巨大的木棍，硬生生戳穿了女生的身体，活生生挑到了她的嘴边。可惜了，今天的烤串居然只有1份，
但听完他的话，我这才发现那个躺在瑜伽垫把哑铃放在肚子上的女生居然活下来了，被哑铃压住竟然也算是一种实压，就连一旁颇为冷静的青青都不禁频频点头，流露出一些欣赏。走回梯厢之后，这个有幸捡回性命的女生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抢占器材的冷漠，反倒是特意走到我和青青的身前。刚才感谢你们的提示，不然我肯定已经死在火堆里了。这番道谢让我一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美。简单复盘之后，电梯再度启程，慢慢往下降到了第4层。电梯才刚停稳，周遭竟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欢迎来到第4层，这里是鬼屋，请在5分钟内逃离此处，回到电梯。这里有一只恐怖的恶鬼，不要被他抓到。刺耳的警报结束之后，我总算能看清周围的环境，仿若置身一层破旧的居民房。可要命的是，另外8个人并不在我的身边。本以为能像在健身房那样共同商议着过关，可没想到这一关就让我们直接分开了。根据警报里说的，这个地方是一座鬼屋，存在着一只恶鬼，只有在不被他抓到的情况下逃离，才能回到电梯。简单的思考之后，我拉开了眼前衰朽的旧木门，走到一条走廊上。鬼屋的装修风格像是一个旅馆，走廊两侧整整齐齐地排满了房间，每个房间上都插着门牌号。我走出的这间是702，而就在走廊的尽头便有一条楼梯，可以通往上下的楼层。仔细扫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每个房间都和702一样，空空荡荡，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信，估计是要回到鬼屋原本对应的楼层第4层。想清楚这个道理，我立马动身，走到旋转楼梯，开始往楼下奔去。可刚走到6楼，我就听到了身旁传来一声惨烈的嘶吼，扭头看去，一个年轻男人正躺在走廊里，捂住自己的双眼。我认得他也是电梯里的乘客，看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不禁皱紧眉头，这是被恶鬼袭击了。一想到恶鬼就在我附近，我忍不住拔腿就跑，向楼下飞奔而去。可我刚迈开脚步，却又听到下方5楼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不像是正常人走路的声音，反而像是贴着地面缓缓挪步，每一步都带着灰尘的沙沙声，相当刺耳。我顿时不再敢贸然动身，只能慢慢后退，悄悄退回了6楼的走廊里，询问刚才的男人：你知道恶鬼朝哪个方向去了吗？谁知他放开了捂紧的双眼，里面竟没有眼珠子，而变成了空荡荡的2个眼窝。我看不见了。我去，这恶鬼还挖眼睛的。男人指了指我眼睛的位置，最后憋足力气说了5个字，便彻底断了气息。别和他对视。别和他对视。刚想思考一番，我的余光却瞥见闪过一丝黑影，用极快的速度掠过，不知道去向何处。我躲进了旅馆的公共厕所，按照那个死去的男人所说，只要和恶鬼对视就会被挖掉双眼，怎样才能避免和鬼对视呢？我感觉 CPU 都要干烧了，却在一晃眼时看到镜子的角落突然闪过一道黑影，和走廊上瞥到的一模一样。我想要扭头去看看情况，但又害怕和他对视上，只能赶紧埋着脑袋，一股脑冲出厕所。可我一钻出厕所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。是我。居然迎面遇到了小美。你遇到那个恶鬼了吗？是的，在走廊的玻璃上，在厕所的镜子里，我都看到了他的一丝身影，但好在没有和他对视上，一旦和恶鬼对视，就会被挖掉双眼。待我说完，小美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那你说他会不会就是活在镜子里的？准确的说，这只恶鬼恐怕是专门行走在所有能够反光的镜面内。如此一来，只要坚持不和镜面对视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搞清规则之后，我和小美一路往4楼跑去，凡是有玻璃和镜子的地方，都提前闭眼冲过去，或者一拳将其砸碎。很快，我们便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电梯。在即将走到电梯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电梯两侧的金属框同样具备一定的反光效果，那道黑影竟从金属框上再次袭来。危急关头，我从怀里掏出2片破碎的单面镜片，挡在了我和小美眼前。一声尖锐的惨叫猛地爆发，那个鬼的眼睛冒出浓烟。鬼直视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同样受到了伤害。第4层的鬼屋总算是有惊无险。电梯再次启动，显示的数字让我们心里一颤。7层，电梯规则第4条说过，第7层和第16层极度危险。这次我们要面对的将会是什么？